折疊們都卷到比 Ultra 還要轻薄了，但是用下来之後就会发现，厂商们吹的和你实际用起来的还真不一样。说人家 X6 处理器差，好歹你用8 Gen 3的，流畅度先跟上吧。今天就告诉大家到底怎么选折叠屏，还有最重要的，你们也可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台折叠屏。就比如说大家都说超薄，手感超好，那我们就来真实一下。我把它们塞进箱子里面，让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轮番摸摸，分別投票，看看到底誰才是手感最好的那一个。你也来猜猜誰贏啦？結果 Mate X6 和 Fold 7直接脫穎而出啊！看來還是貴的好啊，跟你想的一樣嗎？但我最意外的是，風格和三星類似的 OPPO 居然完全沒被青睞。明明它們造型相似，厚度也就一丁點兒的差距，可能是激進的鏡頭和有點墜手的重量拉低了第一印象。那現在的這些折疊屏已經誇張到幾年前不敢想象的樣子了，重量基本全員比17 Pro Max 輕。當然，我說的是 iPhone， 前面對標 iPhone， 厚度已經到了 Type-C 接口的極限了，但電池反而是越做越離譜，人均5000多甚至是6000毫安時，手感測試裡面還拿下了我們認證的總冠軍，總算能帶上它聊聊了。不過，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糾結適配程度啊？會不會印象還停留在一打開就是這樣的印象？我們就把主力機上面的116個軟件全部換機過去，一個個仔細測試了它們適配的情況。結果你猜怎麼着？還真符合刻板印象。Mate X6 鴻蒙版以56%的比例遙遙領先，算上卓易通之後，只有一個安兔兔是完全安裝不了的。三星果然是適配數量最少的那個，只有42%。但是啊，其實從絕對數量上面來看，它們的差距真的是毫釐之間。我覺得只有這樣的惡性拉伸，或者是這樣子的 bug 才算是完完全全用不了的。只算這些的話，最多的三星有24個用不了，確實很離譜。但是 vivo、小米、OPPO、榮耀之間真的就是一個的差距。當然，華為就有點誇張了，只有13個，這個確實領先太多了。好，那摸底摸完了，我們直接就來看一下小米。小米的折疊屏其實嚴格來說已經是上一代的產品了，但小米不更新，那就怨不得我嘍。不過至少你拿到手上，如果不開機，真找不到啥毛病，手感好得很。正面大曲率的弧邊蓋板非常的潤，攝像頭位置這麼靠上，一點都不擋手。而且更好玩的是 ，vivo 沒換處理器，顯得小米這個處理器看起來也並沒有那麼過時。跟我搶賣點嗎？這麼看，還是不得不佩服小米硬件的前瞻性啊！從去年7月一路打到現在，都還老當益壯。但是有點可惜，對於它的美好印象，在開機展開屏幕之後全消失了。這個凹槽的深度已經是能直接從正面就能看出來凹進去的程度，雙目視覺都乏力了。而且 Mix Fold 4是唯二沒有抗反射膜的，能直接看清楚凹痕的一切反光。另一架是三星。進入系統之後，熟悉的味道撲面而來。首先必須要承認，某些功能是好用的，比如分屏中間上滑是一起消失，左右上滑都是只關一邊。鍵盤我放到右邊的話，就吸附在右邊；放在左邊就會吸附到左邊。而且往外一拉，殘血版的虛擬全景屏也有，能讓2個應用大屏顯示。為什麼說是殘血版呢？因為不能加第3個，也不能調大小，只能2大。好家伙，這不就是 OPPO 貢獻給安卓16的代碼嗎？但比如說同時開拼多多和小紅書，OPPO 就可以讓小紅書大屏，拼多多小屏。小米這種就只能2個小或者是2個大。但問題是，系統裡面還是充斥着功能缺失和各種各樣的 bug。就比如說功能缺失吧，它是唯一一台不支持上下分屏的折疊屏，哪怕是玩遊戲也不可以。一打開遊戲，就是這麼小一個，就真無敵了。不過最近 HyperOS 3說加入了上下分屏的功能，咱們來猜猜多久才能適配到 Mix Fold 4上？理論上澎湃3的這個特性是可以支持橫屏分屏了，但是截止到今天，我們折疊旗艦還沒有獲得升級，咱們持續期待好吧。除此之外，沒有隨時可以用的全局任務欄，快速切應用並不方便，桌面圖標數量不可調，甚至我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下滑搜索的開關在哪。而且整個系統卡到爆炸，稍微多操作2下就很容易掉幀卡。本來折疊屏流暢度就比不過直板機，它還是折疊屏裡面最顛的。所以說，對於小米 Mix Fold 4，首先我是完全不推薦，其次是覺得非常的可惜。別看現在京東價還是8000多，其實全新的價格已經下到6000多了。不過即使是這樣，還是不值得推薦。小米既然能在1年前就做出來完全不輸現代配置和手感的手機，已經證明是非常超前的產品了。結果給做成了這樣。
想想啊，如果有小伙伴买完11 Ultra 又换 Mix Fold， 应该是真爱了。今天把这个小米拿出来，发现它的内屏居然壞了，現在已經完全亮不起來了。剛剛還2/3台好機的，這下好了，現在只剩1/3台好機了。最壞的是這裡，但這裡確實看不出來什麼外傷。到華為 Mate X6，這一位絕對是重量級啊！比起國產折疊手機，不管承不承認，絕大部分的印象就是來源於華為折疊，也是國產折疊屏裡面唯一一個能賣到5位數起步的折疊屏。我這一次就只聊原生鴻蒙版本，進程已經開始，沒有回頭路了。無論你接不接受，之後就是原生鴻蒙的天下。而就是因為這個系統，它的體驗就讓人又愛又恨，偏科嚴重。可能你們以為我要說軟件兼容的問題了，但不是。我想吐槽的是，華為還是對開發者太放心了，以為既然都重做軟件了，廠商們應該會直接原生適配折疊屏的比例了。然而事實是，領先是領先，但程度依然有限啊。微信還是不支持平行世界，拼多多是直接拉伸的，美團點進去商鋪就是一個超級老人機大小。然而因為太放心，系統裡面壓根兒就沒有強制切換比例或者是開關平行世界的選項，只能說理想派的系統還是被現實狠狠地打了一波臉。事實證明，即使給開發者第2次機會，他們還是會做出一樣的選擇。真牛逼！但是如果你能接受這些不適配的軟件，X6帶來的體驗又相當的不錯。好像看數據X6有點跟不上了，但是盲屏下來，手感就是比那些直角變得更好。工作室的小伙伴超愛的，鉸鏈開合的阻尼也恰到好處，據說零下30度都能自由折疊，拍照更是一絕。展開之後那個取景器啊，清晰度甩開其他折疊屏一大截，成片質量很多朋友都看傻了，這是折疊屏拍的？處理器是吃不到優勢，但是系統優化真的太好了，用起來不管咋操作，就是感覺非常絲滑。內屏的可視角度和色彩都很好，我用相機給你們看一眼，一排折疊屏放在桌上顯示白底。華為這個基本上只有一點亮度的變化 ，OPPO 這邊已經藍得不成樣子了。所以我覺得華為的折疊屏真的跟別的不太一樣，它拍照好，流暢性好，更新穩定，手感舒服，在配置上的劣勢通通用其他方式盡可能的彌補，甚至是趕超。除了遊戲，麒麟9020放在折疊屏這個小身板上面差距還是有點大，在我們自己的數據庫裡面跟榮耀比起來差距過大了，而且這還是高通上一代的處理器，跟8 Elite Gen 5比的話，差距只會更大。我只能說，下一代 Mate X7得加油啊！支棱起來呀！我覺得它的體驗確實值得一個比別人更高的價格。當然，原生鴻蒙的適配還得忍一忍。必須要說，榮耀的折疊屏系列一直都做得挺有東西的，而且最近幾代一直在追求最輕薄的折疊。現在 Magic V5 已經完全離譜了，展開就這麼薄，我都想不通是怎麼塞進去接近6000毫安時的電池的，還能支持50瓦的無線充電。而且它的實力，我就這麼說吧，性能最強，厚度最薄，續航最好，而且價格並沒有看起華為，維持在了和 OPPO 一樣的8999起，唯獨要小小潑一點冷水。雖然它很薄很輕，但手感因為是直邊框，攝像頭又太大，會有一種拿着 Ultra 直板機的感覺。參與手感盲評的35位小伙伴，只有3位覺得榮耀手感最好。屏幕的黑邊跟別的機子比稍微大一些，導致精緻感會差不少意思。我手頭的這個金色邊框版本，小伙伴們都說拿在我手上就像我爹送我的。裡面我最喜歡的是它自帶的音樂和網易雲合作了，你看這個界面幾乎就是全功能的。我現在都直接把它當純淨版的網易雲來用的，系統適配就更加不用擔心嘍。分屏也可以允許界面超出屏幕外面，讓每一個軟件都能找到合適自己的比例，不受束縛。OPPO 露出滿意的笑容，記憶功能可以3指下滑記住東西，然後就能讓悠悠直接查資料。比如說你下滑存了一個演唱會門票，那你問悠悠我演唱會是什麼時候的，它就可以直接回答給你。OPPO 再次露出滿意的笑容。本來就已經比較好用的功能，針對折疊屏還做了一些適配，更好使了。傳送門不但操作面積更大了，拖過去之後還會用小窗打開。悠悠問完問題之後，可以很方便的進入分屏模式，這個時候你依然可以瀏覽，還能讓悠悠總結，或者說問悠悠一些問題，怎麼着都比直板機嘎在那裡等要舒服很多。在折疊屏領域，榮耀的適配是遙遙領先的，輕薄、性能、續航、系統更新能力都是1等1的強，價格確實有點小貴，你覺得能接受嗎？我
是萬萬沒想到，之前一直走全功能大滿配折疊的 vivo， 今年的思路是直接放棄 Pro， 只迭代標準版，就有點像在 X Fold 3和 X Fold 3 Pro 之間取了一個平均值。不過這個思路倒是被他們貫徹到了極致，處理器升級到上一代的8 Gen 3，沒有下放 Pro 的超聲波指紋，加上無線充電，主攝攝像頭小了一點，讓路給3倍的前望，這個我覺得沒毛病，終於有長焦可以用了。內屏的可视角度也不是特別好，跟榮耀放在一起区別就很明顯。電池卻是6000毫安時，有線80瓦，無線40瓦也非常夠用。而最關鍵的是，起步價給壓到了7000內哦。那話又說回來，省錢配置也是挺夠用的。而且以往 vivo 不是重头戏都在系統上吗？不全是，但我们可以先來看一下特色功能。這一代新加入的隨身工作台，估計大家已經很面熟了。旁邊可以切換後台應用，後台的應用卡片是實時刷新的，而且點擊橫豎界面還會自動切換排版，不會顯得很擁擠。如果打一些低強度的遊戲，這樣子切來切去，別說是真的有點好用。這一代跟蘋果的聯動還加上了 Action Button， 這完全一模一樣啊。iCloud 也被收入囊中，可以直接瀏覽和下載裡面的文件。已激活的 Apple Watch 可以連接上 X Fold 5，消息推送和運動信息這些理論上都可以同步，實現個可能6-7成原生的體驗。可以說這個系統根本就是衝着當 iPhone 的副機去的。我也不要求你換掉 iPhone， 哎呀，掃個平板微信用用也是可以的啦。全都要。卖點算是有點意思的，但是基礎就打得不是很牢了。從幾代前我就發現它展開和關上的這個界面大小是不一樣的，而且區別非常大，讓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內外的比較舒服的文字大小來用。現在呢，也依然沒有解決。第一方軟件的適配也比較簡單，就比如說語音助手，同門兄弟 OPPO 的界面就明顯好看很多。vivo 對於內屏的空間利用總是不太合理，就比如說 vivo 天氣界面留這麼大一塊地方只看溫度，合上屏幕一看，好家伙，這完全就是針對外屏設計的嘛。而 OPPO 呢就會把沒用的區域減少 ，vivo 還喜歡把文字放在圖標下面，導致下巴看起來會長一截。現在的折疊屏也只有 vivo 還在固守常駐欄，如果這玩意兒顯示出來原本就很長的下巴，那直接3重下巴，超級無敵長，讓我想起當年 HTC 的超級多下巴設計。其他折疊屏都已經改成了類似 iPad 那種上滑忽觸的，所以說現在 vivo 的折疊屏選擇了一個全功能輕薄折疊，價格打下來，我覺得也是一個獨特的定位。如果想要一個相對便宜的折疊屏 ，vivo 會比小米更有競爭力，但軟硬件的配合，尤其是軟件方面的用心程度，在打磨會有很大的變化，期待一下。那現在的 OPPO 終於長大了，機子踏踏實實，系統認真適配，機身非常輕薄，但直角邊的設計非常激進，手感並不佔優勢。在我們的盲屏裡，幾乎沒有小伙伴覺得它的手感好，但這一塊純平的直屏非常方便貼膜。非要我說有點不適應的，就是這個音量還有鎖屏鍵實在是太高了。你看這個音量，單手控制不了一點啊。配置很有意思啊，同樣也是驍龍8 Elite， 但 Z Fold 7是8 Elite 超频版 ，Magic V5 是8 Elite， Find N5 是8 Elite 残血版，少一個核心，性能也確實卡在8 Gen 3之上，領先版之下。8.12寸的內屏是最新一代折疊屏裡面最大的，但我依然覺得結合8999的售價，硬件上面 OPPO 只是做到了該做的，並沒有拿出來什麼驚喜，反而是系統是我最喜歡 OPPO 折疊屏的地方。你就比如說一個超級實用的分屏，一下子就能超出去了，手勢流暢性、布局的合理程度，目前還是完全独一檔的體驗。Dock 欄有一個很好用的小 feature， 這裡一步就能打開最近的圖片還有文檔，就比如說拍的照片或者是剛下載的文件，拖出來就可以直接用。另外有一個很戳我的小細節，很多第一方軟件的設置在內屏裡面都是用小窗展開的，而不是像外屏那樣整個全屏呼你臉上，讓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有在思考怎麼利用好這一塊大內屏呢。OPPO 折疊屏的拍照是我在折疊屏裡面唯二愛用的，跟 X6又不一樣，畫質和色彩我覺得就是中規中矩，但是情緒價值是真的可以給到你。就比如說哈蘇水印，這個大家應該都見過，但其實它還準備了超級多種不同風格的，甚至逢年過節還給你整一點節日氛圍，幫你在家庭群裡面挣足面子。濾鏡也是獨一檔，看看這個質感。拍照的前期和後期都可以調整，綠場的 Live Photo 也是功能支持最全的，能夠發微信，能夠發微博 ，HDR 效果可以直發小紅書和微博，這些在影像旗艦上面還算有點邊角料的小功能，對於折疊屏來說，那可是實打實的稀罕物件。我感覺 ColorOS 這個酷玩9.3分，比很多豆瓣9.3分的電視劇來的都更實在。OPPO 的 AI 有多強？
小伙伴們都聽出茧子了。想要看的可以移步系統橫屏看看，我就簡单形容一下：使用優雅无感，功能賊全，還很喜歡 OTA 新功能。就比如說，最近我才發現小布多了一個深度研究的功能，你問一個比較大的研究選題，它就會給出它的搜索邏輯，然後瘋狂搜索、總結，繼續搜索、繼續總結。最後居然需要足足10幾分鐘才總結出一個超級大的研究報告。說實話，我覺得這幾分鐘的研究已經夠我在圖書館裡面研究2周了。局響了。如果你想要考慮 OPPO 的折疊屏，我覺得系統是可以免檢的程度。非要糾結的話，去線下試一試手感吧。我身邊有小伙伴會覺得這個設計有些割手，也有覺得這樣設計看起來更加輕薄、更加科技。總之呢，就是更加挑人啦。今年 Z Fold 7回歸的姿態那更是誇張啊！去年的 Fold 6是這樣的，而它的對手們是這樣的。今年的 Fold 7是這樣的，狠狠地給了 Fold 6用戶一巴掌。折疊起來只有8.9毫米的厚度，215克重量。雖然是非常激進的直角邊框設計，但是因為足夠輕薄，很多小伙伴第一次上手都感覺這玩意兒手感真好啊！三星老用戶都不敢相信，三星自己的質感也是一點都沒丟。你看我擺在一堆國產折疊屏裡面，有沒有覺得它是真不一樣？而且配置這位也是真旗艦 ，S25 Ultra 同款2亿像素主攝，處理器是8 Elite for Galaxy 牌面，這一下是真起飞了吧？花栗子精做的。那話又分2头講了，這一包電池回歸初心。手寫筆也放棄了，屏下攝像頭也被砍掉了，外放的效果也確實後退了不少。不過要我說，三星還很集百家之長，直邊框設計 One UI 7.0 加入的小組件功能，甚至你看，這是 iPhone 的圖標，這是當時三星在 CES 的圖標。蘋果跟貝爾金可以有個追蹤功能，三星也有。現在三星的眼界明顯也開闊多了，不只盯着蘋果了，桌面現在有大文件夾了，拖放也可以拖到側邊欄了，大眾點評裡面也有 AI 輸入了。分屏應用也可以超出去了 ，DeepSeek 文檔總結這些常見的東西它也有。你說這本土化適配真不差吧？如果有些小伙伴還停留在三星 NFC 都玩不利索的時代，可以刷新一下版本了。這個適配水平，你想想，蘋果、Pixel、索尼哪個有它用心？適配的不錯之後，再加上三星自己的一些特性，三星說明書我就不細說了，小紅書、B 站大把教程，你就學吧。虽然我不覺得 One UI 能在我們早就已經用習慣的國產 OS 面前嘗到什麼甜頭，但如果你真的想要選擇一台三星的機子 ，One UI 也不會成為阻力。當然，作為一個海外品牌，確實整個系統體驗跟國產機太不一樣了，從交互到功能到設計的完全不同。很多標配的功能，比如說靈動島類似物，它也有，但覆蓋範圍。我最常用的外賣是一個都不支持的，最慣用的平行世界連淘寶和閒魚都不支持，適配數量也是所有折疊裡面最少的。在桌面上下滑是控制中心，上滑才是搜索，而且如果不小心從底部上滑了，就會打開卡包。只能說，如果剛換過來的小伙伴，可能要好好體驗一波外國手機的交互攻擊了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買三星，我會告訴你，這台機子非常糾結，它沒有辦法說非常好用，但因為它縫合了很多功能，所以說它也還算好用。它本身很旗艦，但連雲服務都沒有，內屏沒有抗反射，外放也丟掉了原本的優勢。輕薄可能是一種進步，也可能是一種妥協。我的建議是，想買的話，等降價就好了。那現在看完所有的手機之後，你覺得哪一台折疊屏最適合自己呢？還是說乾脆就不買了？如果你在挑手機，或者是想看看大家的樂子，希望這期視頻能夠幫到你。那麼這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啦，記得點讚、3連關注哦。我是切里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